对于阿基这个1:48的体积，着实不小啊。交时间之际，有网络同好，寂寞安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教记。本期应该是聊聊那个我折腾了大半年的大青椒，没想到突然2G 的这个英格拉姆发售了，我就赶紧先弄这个吧，别到时候又吃不上热乎的屎。我们都知道这部机体其实不是我们当年所看的机动警察的那一台英格拉姆了，而是今年新上的机动警察 EZY 中的英格拉姆 Plus。驾驶员呢也从当年的主角全伟明改成了九我十和。虽然角色换掉了不少，但依然是发生在特车尔克的故事。我还在预定之后专门看了这部剧，只是还没追完。说实话啊，作画水平高了很多，机体也采用了3.2来制作，但感觉就是反正完全没有在当年电视上看机动警察番剧的那种激动了。好了，言归正传，这个模型我拿到手以后就马不停蹄的开始准备拼装了。刚打开运输箱的时候，我拿到的第一感觉就是包装盒子的尺寸明显比大部分2G产品盒子要厚，毕竟8米的机体缩小到1:48的比例肯定不会太小。机体的板件呢是热乎的，今年设计6月份生产的，总体上看锐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设计上没有太多的刻线，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材质方面呢，黑色和白色是采用了类似于光油的亮光材质，内构就是万代常用的成型色塑料了，尤其是金色和银色，真是无力吐槽。有条件的同好还是板喷以后再组装吧，效果会好很多。我没喷，所以就得忍受这个屎一样的金色了。这次的这个关节衬套终于不是之前 MG 电影版造型里边用的那个灰色的塑料管了，当年就是因为安装那个破塑料管衬套把我搞崩溃了，直接把那盒模型送人了。我跟朋友说，你有空就拼，没空就扔了吧，我放弃了。但这次有一个地方也确实让我小惊讶了一下，就是脖子处的2个液压杆的外衬套，这次竟然没有采用塑料材质，而是采用了塑料软管，还得自己切割。好在说明书上给了一个标准的比例尺，直接比到说明书上切割就行，长短刚刚好。这种液压管的设计我还是第一次在万代的模型上看到，不知道以后他们会不会图省事都这么干，这可是能省下一大笔开模和原料的钱啊。整体拼好以后，观感上非常还原动画机设，亮面的材质也使得机体看起来还挺高级的，而且这个比例比较适合把玩，不像大部分 2G 的高达偏小，也不像 MG 那么大，跟1:12冰人和机体放在一起都差不多，所以上次咱们长安卫的摩托就可动方面，咱们先说不基本的可动。首先是胸甲上方的2个盖板，打开以后里面是2个警灯，不过话说老版的英格拉姆有这2个警灯吗？我是真想不起来了。头部下方除了2个动力液压管，也还还原了漏顶的驾驶舱细节，同时也还原了抬头显示屏。此时如果将背包后边的装甲取下，就可以看到一个滑轨的装置，只要往下拉，驾驶员就可以回到驾驶舱内部，同时抬头显示屏也可以向内翻折收纳到头顶，作为真正的玻璃天窗了。这里我们也可以从打开的驾驶舱看到内部的驾驶位的上下移动，还原的还是不错的。手臂处的盾牌里边的警棍是有拉伸可动设计的，是为了还原机设和动画中警棍的收纳的，并且还给出了完整展开样式的警棍一根，但这个展开的警棍怎么看都像是拐。然后就是此次重量级的还原，腿部枪械的收纳机构，这里将右腿的侧面盖板向外扒，整体枪械的收纳舱就会展开，同时左轮手枪也会联动升起，这个非常好玩。而且双手也还原了为了构造枪械的伸缩装置，虽然是左右手都有这个设置，不过左手就没有什么意义了。2条小腿内侧的装甲展开后，里边是备用弹仓，只是我一直好奇这玩意儿是怎么装子弹的，大战的时候蹲下现抠吗？还是坐下来翘二郎腿跟窜脚器一样抠子弹？想想都搞笑。不基本的可动说完了，咱们接下来说说基本的。头部的抬头、低头和360度旋转正常都给出了，肩部的外拉引出关节也是有的，只不过引出的幅度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但也还是够用。最起码上手持枪的 pose 一点问题都没有。
大臂的平举能给到90度，大臂根关节也给出了旋转机构，同时小臂也给出了旋转机构，方便盾牌的架设。曲肘这一块我觉得做的一般，虽说是一个双段关节，但曲肘的幅度只能达到大概120度左右，主要是小臂一端的这个关节在弯曲上会受到外甲的干涉，不过只要把外甲去掉，曲肘的幅度就还不错了。手臂这里就是给出了一个屈臀关节，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腰部的左右旋转、摆幅和弓身也都是有的，而且从设计本身我觉得都还不错，只不过也还是因为外甲的干涉，使得左右摆和弓身都受到了限制。腿部的前踢和后踢都有不错的表现，毕竟没有裙甲的设计嘛。只是我想吐槽一下这个侧踢，当然这样确实是因为机体设计的原因。那咱下次设计的时候，玩具能不能把侧面的装甲稍微弄短一些？反正做动画也是为了卖玩具，你要说动画真的是为了情怀，我不信。虽然对外宣传企划了很多年，但真的要是为了情怀，就不会只是做8集了。牛逼，明年再出8集，我坐等打脸。腿部的屈膝幅度跟小臂一样，幅度一般般。虽说本身设计不错，是双段关节，但依然是被外甲的干涉减了不少分。而且这还是在小腿后侧有一个避让联动设计的情况下。脚部的接地也同样是被侧面的装甲干涉，而且并没有太大的幅度。总体上可动这一块就是都给了，但都没有给到位。相信多做一些外甲的联动设计应该会解决大部分问题。更何况这个套件的价格在RG当中并不算便宜啊，毕竟板件量在那儿摆着呢。好了，该说的都说完了，可以总结一下了。这台RG的英格拉姆 Plus 呢，我个人觉得只是卖一个情怀，主要针对的玩家其实是我们这帮老登。但从本身的设计和做工上，其实我个人并不认为它符合RG的标准。毕竟牛逼设计的RG前辈比比皆是，就不说RG的莎拉比和RG海牛这样的重量级选手了，哪怕是吉蒙号，在同价格的情况下，可玩性和可动性也要比这台英格拉姆 Plus 做得要好。而且呢，就在我截稿的时候，我查了一下，这台英格拉姆的价格竟然还上涨了，比我1周前入手的价格还贵了一些，这我确实不太理解。所以说，想入手的同好们还是等等吧。好，本期的教技呢，我们就聊到这里。如果同好们觉得我的内容做得还不错呢，麻烦点赞、收藏、加关注，一键3连，给我一个大大的鼓励和继续制作下去的动力。那么，感谢收看本期的教技机体评测，我是评测员 D，我们下期再见。